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慢说的爆料现场，我是你们的嘴替小爱。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曾经被疯狂黑化，却又始终没能死心的食品——味精。哦，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个大家饭桌上必备的调味剂，你可千万别以为它潜藏危险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它到底是被冤枉的无辜者，还是食材界的坏小子。说到味精，可真是风头一时无两。早在上世纪，日本的池田喜乃惠大叔发现了鲜味的秘密，激动的像发现新大陆一样，提取出了谷氨酸钠，味精的前身。然后，这个鲜味革命迅速风靡整个东亚，连中国街头的海报都能看到味之素的广告。当时的它简直是高级调料界的奢侈品。但是，谁能想到，几年后，味精居然成了吃货们的公敌。1968年。一封神秘来信开启了味精冤屈的序章。一个自称中国移民的郭先生说，吃完中餐后自己就出现了一堆不舒服的症状，开始怀疑是味精作祟。这封信在医学期刊上发表后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症状描述，居然有医生也开始怀疑味精是罪魁祸首。哎呦喂，大家一起吃瓜，结果连一根真实数据都没给出来。这时候媒体就开始疯狂报道味精是致癌物的代名词，然后大家都开始在中餐馆门口看到无味精的招牌，味精的名声彻底跌到了谷底。大家误会味精多年，至今味精依旧背负着致癌的冤屈。但是等下，让我们理性分析。其实1959年 FDA 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确认味精在规定量下使用是安全的。然而，随着中餐综合症的兴起，大家的脑袋里早已被灌输了吃了味精会中毒的观念。哪怕你跟他辩论几百次，他也依旧是众矢之的。其实，味精的冤屈不光是个吃货争论的问题，它反映了美国人对现代食品的恐慌。当时的美国正在经历工业化浪潮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让很多人开始怀疑食物的安全性，结果味精成了这股舆论风暴中的牺牲品。而这背后还有更深的文化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味精的争议竟然和历史上的排华情节有关系。美国主流社会对中餐的偏见，让味精这个来自中国的调料更容易成为替罪羊。其实，今天我们吃的每一口美味，背后都少不了现代化食品工业的魔法。不仅是味精、酱油、香肠、方便面，甚至是汉堡、可乐，都在被质疑过后，依然在我们餐桌上占据重要位置。别忘了，我们每次看到那些无添加的标签，也是在消费着现代食品文化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味精冤屈的背后，其实是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。别再让误解成为味精的永远标签了，它可是食物界的鲜味冠军，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美味的瞬间。如果你也觉得它冤枉，不妨转发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味精其实只是被黑了，真相远比你想的要简单。